就像一本百科全书，读懂它需要有一点天赋。什么该放弃，什么又该追逐，重要是了解谁值得你付出。我们总是轻易被外表麻木，忽略了内心想要的蓝图。相爱和相处都是一种领悟，老虎也有它的温柔之处。所以让谁不抓住幸福，充满脚步，驾驶这一路最美的国度，穿越流言才能遇见祝福，时间会把我倾注。所以要学会满足，而不失去羡慕，每份关心都是我的礼物。也许前路有很多未知数，爱会把手牢牢地牵住，爱会让幸福越来越清楚。今天已经第3天了，我再不想办法的话，就回不了那公司了。在干什么？真是奇怪，怎么了嘛？这里的咖啡一杯才7毛钱，好喝的不得了。可是你看，周围一个年轻人都没有，他们宁愿去外国连锁咖啡店喝价钱贵10倍的咖啡，然后才来喊入不敷出，钱不够用。真不明白那些年轻人是怎么想的。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年轻人喜欢上外国连锁咖啡店喝10倍贵的咖啡，也是因为要享受那里的环境嘛。你看，这里的咖啡是咖啡，在那里一杯咖啡除了是咖啡之外，还有那里的环境啊、格调啊，还有氛围之类的。可是7块钱的咖啡还不如7毛钱的咖啡好喝啊。口味是因人而异的嘛，你觉得好吃好喝的东西，别人不一定有一样的口感。是吗？你觉得不好喝吗？也不是说不好喝啦，只是没你说的那么的不得了。你不像是个没有看法、没有主见的人。啊？你已经是个22岁的成年人，有自己的看法、自己的主见，你根本不需要我帮。不，学妹阿姨，我真的需要你帮我了，我真的没有办法了。7天之内要经理收回解雇我的成命，这怎么可能啊？社长，今天已经第3天了。我不是说了吗？你不应该问。你不应该问怎么可能，你应该问怎么不可能，对吗？对啊。哎呀，你说的倒简单，如果这件事情碰到你的身上，你就不会说这种风凉话了。风凉话。对不起，我不是这个意思。看来你很在乎这份工作。不，应该说你很在乎那个叫柔雅的女孩子。一定很好吧？好，她真的很好。当所有人都轻视我、看不起我、藐视我的时候，也只有她始终把我当朋友。所以你希望我帮你？哎，姐夫，你在干什么？放下放下，我来做好了。不用啦，你一大清早起来做早餐，我已经过意不去了，怎么可以还要你帮忙洗碗呢？我又不是外人，你跟我客气什么啊？放心吧，这些活啊，我做习惯了。姐夫啊，我想知道你为什么突然间有再婚的念头啊？自从你姐过世过后，我一心只想着把孩子带大，但是随着孩子一天天长大，我发觉一家人的距离好像越来越远。老实说，我并不觉得大家互不关心、互不在乎彼此，但是就好像有一种隔膜，不知道如何关心，不知道珍惜彼此。也许一个家真的不能够少了一个女主人。说的也是，一个家少了一个女主人，是真的有点不完整。早知道你想再婚，当初我就决定嫁给你算了。
你刚才不是说了，要那经理收回解雇我的成命，完全不可能这句话吗？嗯，既然要经理收回解雇你的成命不可能，那就让总裁收回解雇你的决定。啊，我问你，经理大还是总裁大？当然是总裁大。那如果总裁说不准解雇陈浩威，那个经理敢反抗吗？不乖乖的说 yes， 总裁？你真的在跟我开玩笑吧？你觉得我像是在开玩笑吗？学美阿姨，我以前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们那家 IT 公司虽然算不上是什么大企业，但里面的员工有200-300个。以我这样子人的身份呢，怎么可能连跟总裁开会的机会都没有？不要怀疑自己。好，那你告诉我，如何让总裁收回成命？你看，告诉我，那个咖啡投手的价值在哪里？他可以煮一手好咖啡吧？对呀，那是他的价值。你呢？你的价值在哪里？让老板看见你在公司的价值，让他知道没有了你将是公司最大的损失。就好像这个咖啡档一样，如果少了那个咖啡投手，那很多像我这样的顾客就会流失了。我煮的早餐还可以吧？嗯，不是我自夸，很多客人都很喜欢我煮的早餐。如果你喜欢的话，常来啊。谢谢。那个，你是不是有什么要问我？你是说真的吗？哈？你说你追求，当然是真的啦。你说小美是吗？我跟小美虽然有年龄之间的距离，但是这并不能阻止我追求她。可是她已经跟你父亲在一起了，是吗？我跟你说，只要她一天没有结婚，我都不会放弃。她其实算是我生命中很重要的一个人。如果我没有遇到她的话，我现在可能还是一个没有目标、没有将来、有一天混一天的小混混。在我高一的时候，我父母就离婚了。我不喜欢跟着我爸，所以我就离家出走。之后，连学也没有上，在外面认识一些猪朋狗友，整天不是打架就是闹事。那段期间，我进过感化院，也坐过短期的牢。直到3年前，我被我最好的朋友出卖。你被你最好的朋友出卖。那个时候，他叫我帮忙打理他的海产生意。有一次我被海关拦下来，他们在装海产的箱子底下找到几千颗的金糖，还好不是毒品，不然的话，我早就被判死刑，当了替死鬼。不过后来还是被判了4年，在里面我就认识了小美。大家都叫她 Madam Ho， 只要她的脚步声一响起啊，大家都互相传话说老虎来了。他是不是很凶啊？凶，她凶起来真的有点像母老虎。不过大家最怕她的不是她的凶，而是她不屈不挠的性格，整天对我疲劳轰炸，直到最后啊，我妥协。我的收获就是现在有大学录取。怎么了？没事。哎，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啊？没有。哎，我又忘了看盲点了。原来你开车的时候会紧张。我自从驾驶考试及格后，到现在还没开超过10次的车。你刚及格20年前。啊？
人都有死穴，我的死穴就是开车。一开车到路上，我就会紧张得不得了。今天要不是我妹妹要我帮她接2个小孩，我又赶时间。我刚才是不是闯红灯啊？是绿灯啊。什么？啊。你有听过可丽喜这个 project 吧？有啊，当然有。听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project， 全公司的人已经忙了差不多2个月，大家都忙得不可开交。这是我们公司打入美国市场的试金石，总裁非常的重视，鼓励全公司的员工积极的投入，想出好点子。这里，那可丽喜呢就代表可喜、便利、喜爱。总裁的意思呢，是要在各种应用程序当中寻找出一个突破口，开创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可行、便利、受顾客喜爱的产品。我有一些构思，你没有兴趣帮我看一下，顺便给我一点意见。我不行，我不行的啦，你拿回去我不行的。好，没关系。刘雅，差不多喽，我要走了。哦，好，谢谢你们咖啡。哎，不客气不客气，你早点休息。拜拜。拜拜。请进。刘雅，我觉得你还是把他 email 给我吧。好啊，我现在就 email 你。OK。哎，回来了。他没给你添什么麻烦吧？没有啊，我们相处的蛮好的。今天早上还一起晨运，之后我还请一位厨师朋友请他吃早餐。接下来我希望能够说服他回到学校去完成大学课程。太好了，真的是太谢谢你了。你的手怎么那么冰啊？我跟你说过什么？我天不怕地不怕，最怕什么？开车？嗯。你开车过来？我妹妹的车，刚才差一点跟前面的车碰撞，幸好卫星及时提醒我，吓死我了。怎么不打电话给我？我开车去接你们嘛。我就是老是逃避，才无法克服对开车的恐惧。以后我一定要逼自己多开车。你一定是贺小姐吧？是，我是陈凯的妻姨，我叫莫小玲。嗨，小玲你好。Nice to meet you. Nice meeting you too. Hello， 我是他的女儿玛格丽特。嗨，玛格丽特你好，我叫贺雪美。以后你看到我可以说 Hello 雪美阿姨，或者是 Hello 阿姨。啊，那么麻烦了。在Australia，我们只是说好的喂。哦，打招呼有东西方之别，这里是东方，我们就用东方的方式打招呼，好不好？ Are you for real， 贺小姐？我知道 ，I know， 你是个监狱官是吗？习惯指指点点的。不过这里并不是监狱，我的孩子我自己会教，不用费心。不好意思啊，小玲的个性比较直爽，有什么说什么。太好了，我最喜欢跟你这种人说话了，不必拐弯抹角。你猜我话中的意思，我猜你是不是话中有话，太麻烦了。那很好啊，既然你是一个这么爽快的人，有句话我干脆现在就说好了。我大姐呢是突然间去世的，来不及留下什么遗言。不过我知道她最不放心的就是她4个孩子。据我所知，他们并不喜欢你。小玲，没关系，让小玲说下去吧。我要说的话非常的简单，这4个孩子当中，只要有一个不认你做后母，我就会不惜一切阻止你成为他们的虎妈。我知道了。And then？ And then？ 你没有什么话说了吗？没有啊。没有就好了，因为学美还要带慧妍到学校去见校长。慧妍，学美阿姨来了。哦，来啦！要见校长？我们的小慧在学校闯上什么祸了？校长要见家长，
总不会有什么好事。因为我这几天在忙着家具行的事情，所以我叫学美陪她去。What？ 校长要见的是家长啊，他毕竟是个外人。哦，没关系的，我已经写了封委托信给学美了。No， 那个校长呢，我见过的，他管教学生特别的严厉。万一他决定处罚我们的小慧妍，你有把握不让他这么做吗？如果慧妍有错，接受处罚也是应该的。You see， 他还没有见到校长，就已经站在他那一边了。我们的小慧妍这一去啊，恐怕就凶多吉少。还差一万，还是我去吧。小玉，你千万不要自找麻烦呐！我那个校长手段比之前更阴险多了，你根本不是他的对手。哦，我可爱的外甥女，你未免太小看你的小姨了吧？我知道你的校长的手段很厉害，不过你小姨我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啊。小玉，你真的不再考虑一下吗？我先去换衣服，待会儿见。Excuse me。我跟你说，等会儿他上去的时候，你要压住他，不要让他乱讲话，知道吗？学美阿姨，我支持你，你快点跟姨丈结婚，然后做慧妍姐姐的虎妈。但是不要跟我妈咪讲。OK。校长，我知道你治校很严厉，我不是说严厉不好，可是小孩子嘛，顽皮一点是很难免的。小孩子，他们都已经是快16岁的少女了。才16岁嘛，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校长，你和我也是过来人吗？我们学生时代常常会遇到一些又好气又好笑的事情嘛。每一个班上都会有一些比较顽皮的同学的。那就拿我念中学的时候来说吧，我班上呢就有一位超级调皮的同学。有一次啊，他竟然涂了强力胶在教室厕所的马桶圈上，害到一位老师的屁股被粘住，结果还被送进医院呢。幸好我那位校长他宽容大量，决定原谅那位同学，所以才造就出后来的大医生。如果纯粹是调皮恶作剧，我还能网开一面。但是他拿假车去捉弄别人，就是他的不对，太幼稚了，我知道。可是校长，你也知道小慧妍她小时候就失去了妈妈，她只靠着一位单亲的父亲，一边工作一边照顾他们，真的很不容易。莫小姐，你可以先让我把话说完吗？哦 ，sorry， 可以的 ，sorry。陈慧妍不只是恶作剧，她还动手伤人呢。动手伤人？我没有，小玉，你不要听他胡说。你说什么？哦，校长，我不是说你胡说，我是说他。你才胡说！明明就是你推倒我的。我只是推你啦，是你自己下了江南，自己跌倒的。是你推我的。是你自己跌倒的。你们都给我住口！坐下。你们这两位年轻人何必那么冲动呢？我想这是一场误会吧。Angel， 你以为我的小慧妍有推你，其实她并没有推你。他有。OK， 就算小慧妍有推你，我没有。OK，enough。就算慧妍真的有推你 ，Angel， 我看你身强力壮的，推一下跌一脚也应该没有什么关系嘛，哦，又不是什么瓷娃娃，一跌就会碎。哦，你看有一首歌也是这样子唱的：喂喂，不要怕，你是好娃娃，自己跌倒，哎呀，自己爬。我的意思是说 ，Angel， 你现在整个人看起来好好的嘛，也没有什么事嘛，哈。没什么事，你知道我流了多少血吗？我没看见我流血的样子，都吓得晕了。Angel 断了一根门牙，医生得为她动植牙手术。
有那么严重吗？莫小姐，你也觉得严重吧？那就怪不得 Angel 的爸爸要发律师信了。律师信 Angel 的爸爸是著名律师 Jimmy Lim。Jimmy Lim 是你的爸爸？是。校长，真的很抱歉，我求求你帮一下我的小慧雅好吗？幸好在我极力劝阻下，林先生才会打消发律师信的决定。谢谢你，校长 ，Thank you so much。我答应林律师一定会执行校规，给予陈慧妍严厉的惩罚。不公平！为什么我恐骗他打我，你不相信？为什么他说我推他，你就严厉的惩罚我？坐下。校长，我求求你，你帮我们的小慧妍好吗？她不懂事，她还小，她今年就要会考了，我求求你给她一个机会好吗？我都跟你说了，你不是那个校长的对手，你就是不听。我怎么知道你在学校闯了这么大的祸啊？那个 Angel 根本就是在诬赖我。诬赖你又怎么样？人家的老爸可是个大律师啊！大律师就可以这样子随便欺负人吗？大律师就这样为所欲为吗？你这个小孩子真的很不懂事，他的老爸真的很厉害的，他接的都是一些很轰动的案子，而且每一次都会打赢官司啊。哎呀，算了吧，转校就转校咯，反正新加坡又不只是他一间学校。我根本就不在乎转校，我是吞不下这一口气。哎，我跟你说，吞不下也要吞，好不好？你不要那么任性。我任性？对呀，如果当初你听我的劝告，跟那个 Angel say sorry， 那就没事了吗？何必搞到转校那么严重啊？早知道我就应该让那只老虎陪我去。哎呀，那只老虎陪你去又怎么样啊？你以为它可以帮你呀？我跟你说，搞不好啊，连转校的机会都没有，是直接开除你呀 ！Stupid fool！ 哇，这里有好多鱼哦！咦，那里还有很多。哇！来，让我来考考你们，知不知道为什么这些鱼叫做热带鱼？我知道，因为它们生存在热带的水域。答对了 ，Benjamin 可以买1条鱼。对，大鱼快点交换吧。OK， 第二道问题是，热带鱼分为哪2种？我知道，热带鱼分为淡水热带鱼和海水热带鱼。答对了。Cecilia 也可以买1条鱼。大鱼快点交换吧。第3道问题是，热带鱼为什么会有光彩夺目的颜色？不知道啊？哦，不可以买鱼喽。大鱼，我要买。慧妍姐姐，干嘛了？你怎么了？你是不是很伤心？没有。那你为什么在哭？你有看到我在哭没？不用看，听就知道了。走开，不要来烦我。慧妍姐姐，你不要再这样了啦！走开！我去找妈咪。喂，小鬼，你敢跟妈咪说，我就跟你翻脸。我们闹离婚最开心的就是你那2个孩子了，那你就成全他们，实现他们的梦想啊！这些年来，我一直把他们当成是自己的孩子。But what do I get in the end, 哈？我干嘛要在这辈子里当个弱者？他是校长又怎么样？校长就可以随便欺负人，校长就可以随便践踏人吗？这个不行，很容易断。慧妍姐姐，你想干什么？惨了，已经是传话了。慧妍姐姐，你等等了。慧妍姐姐。David Wong， 我告诉你，这个婚我们是离定了。反正你最在乎的是你那2个孩子，不是我，对吗 ？OK fine。如果你那2个孩子不认我是他们的妈咪就算了 ，But what about you? Tell me what about you? 你认我是你的老婆吗？你说。Daddy 不要跟妈咪离婚。Get lost！
unreasonable， 是你自己不讲理，好不好？过分 ！Come on, this is so ridiculous. Okay, fine. You want to talk? You talk to my lawyer. 慧心姐姐，快开门啦！出大事了！慧心姐姐，慧妍姐姐她几乎的出去了。别管他。不能不管了，慧心姐姐，慧妍姐姐还拿着一把闪闪发亮的刀片，要去杀人。玛格丽特，不要乱开玩笑。我没有开玩笑啦，是真的。慧妍姐姐本来是要拿羽毛球拍的，但是她说打了就断，然后她就在书桌上找到了一把闪闪发亮的刀片，然后她就拿着那把闪闪发亮的刀片出去了。慧妍姐姐好像受了很大的刺激，都是妈咪不好，说什么校长厉害，他又不是省油的灯，结果给校长杀什么花什么流水什么，哎呀，就是害慧妍姐姐要转校。慧心 ，Hello， 慧心。哦，我在渔场带我妹妹的2个孩子。慧妍怎么了？好，我马上赶去。Benjamin、Cecilia， 大姨有事出去一下，你们小心点啊。拜拜。好，拜拜。小王，帮我看这2个孩子，我有急事，半完就回来。好，没问题，谢了去吧。小心点啊，不要跑啊。好，拜拜。慧心姐姐，我们现在要做什么？回家。哈？那慧妍姐姐呢？我们不管了啊。有人会管的。这车子是怎么搞的？怎么走得这么慢呢？是不是没油啊？油缸还满满的啊。这红灯是什么意思啊？哦，手刹车。慧心姐姐，你的电话在响，快点听啊！喂，慧心啊，我出意外了。什么？我把车子开到路边，撞到树了。那你没事吧？我没事，可是车子不能动了。这里又很偏僻，根本没有德士。现在叫德士也太迟了，你快赶去慧妍的学校。为什么是我？陈慧欣，我不要了。你这是做大姐的态度吗？慧妍可是你妹妹，万一她一时冲动做出傻事，你心里会好受吗？就算我去，他也未必听我的啊。那你就想办法让她听你的话，别浪费时间了。路上有没有德士？是。德士啊，有。你现在别想那么多，先叫德士，马上赶去慧妍的学校。慧心，你们听到我说话？慧心，慧心。好，现在马上过去。好。慧妍姐姐，我头晕了。头晕就出去啦。不行啦，慧心姐姐叫我看住你的。他跑去哪里啦？哦 no！ 去拿些卫生纸给我。都是你啦！突然在背后大叫一声，害我割伤自己。喂，你应该感谢我才对，还怪我。如果没有及时叫住你，你已经犯罪了。那个人怎样跑出山洞的啊？你说慧心姐姐？啊，不然还有谁？因为她关心你了。关心我？你知道吗？这3年来啊，我跟他说话超不过10句哎。
3年，那么夸张？你这才知道，我怀疑他早就忘记自己有个妹妹了。他以前不是这样的。慧妍姐姐、慧心姐姐是去帮你买这个的。你不会说一声，又不是哑巴。就是啊，慧心姐姐，你从见慧妍姐姐到现在一句话也没有说啊，好奇怪哦，你们不是姐妹吗？什么姐妹啊？算了吧。你要我说什么？说你幼稚吗？幼稚。是啊，我承认我是幼稚，可能是家族遗传吧，因为我姐比我更幼稚。你姐不是？只不过是失恋罢了，就工也不做，书也不读，每天把自己关在房里，搞到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是谁告诉你的？什么啊？是谁告诉你我失恋的？没有人告诉我的啦，是我自己猜的，是我自己看到你撕烂的卡片跟照片。你偷看我东西？谁偷看了？我是担心你。你知道你那时候变得多奇怪吗？每天把自己关在房里，不吃饭，不睡觉，不出门。有一天晚上，我起来上厕所，听见你房里传来哭声。你那时哭得很伤心，我听得也很伤心，就一边坐在马桶上，一边跟你一起哭。我还去找他，他叫 Andy 对不对？我叫他不要伤害你，不要欺负你。谁让你那么多事？多事？对，我是多事。早知道我就不管你了。慧妍姐姐、慧心姐姐是关心你啦，不然她不会来找你了。我才懒得理他，是他叫我来的。他是谁？贺学梅。就是那个虎妈。你什么时候那么听他的话了？还不贴？啊？贴胶布。我帮你。哦。我头晕了。哇，有司机载我，太舒服了。我看你以后啊，还是不要开车了，我随传随到。那怎么行呢？你还要做生意的。再说，如果我就这样放弃，那以后就真的不用开车了。真想不到啊，你性格那么坚强，却对开车有恐惧。大姨才不怕开车，她是怕 accident。外公外婆就是因为看 accident 去世的。对不起，这是我希望没有发生过的事，所以一直没跟你提起。我 A 学者会考成绩放榜后，父母带我跟妹妹到澳洲旅行，庆祝我考得好成绩。我爸爸负责开车，我们都玩得很开心。但是没想到，行程的最后一天，却发生意外。可是意外是怎么发生的，我却一点印象都没有。因为当时我在打瞌睡，醒来的时候已经躺在医院了。如果当时我没打瞌睡，也许就来得及提醒爸爸，那意外可能就不会发生了。对不起。
进去坐坐。方便吗？有什么不方便的？我妹妹一直很想认识你。那我过得了他那关吗？我看没那么容易，啊，那怎么办？好好表现哦。要好好的照顾这些鱼哦。姐，你没事吧？没事。渔场叔叔教你们的方法还记得吗？都记住了。姐，过来坐。真的没事吗？有些内伤是很难察觉的，最好去医院检查一下比较保险。真的没事。倒是你的车子，记得跟文泽说，修车费我负责。负责什么？保险公司会处理的。也是时候我们应该换新车了。又换车？难道要像外面那辆车一样吗？都旧成这个样子了，还在开？车子的主人就在这里。我知道，知道还说的那么直接。因为你是我姐，我姐很珍贵的，怎么可以让她坐一辆又破又烂的旧车呢？我姐的屁股可是金屁股、钻石屁股呢。她有金屁股、钻石屁股。别听你们的妈咪胡说八道，把鱼放进鱼缸里。OK。陈凯，坐。陈凯，我妹妹贺胜美。陈先生，希望你不要介意，我很爱我姐，所以我不容许我姐有一点点的委屈。明白，明白的。你明白什么？你看他愣头愣脑的，什么都不明白。我可以说几句话吗？我知道你姐和我在一起，是太委屈她了，所以当她答应和我交往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男人，所以我一定会珍惜她，并且用我一生的努力好好的照顾她。虽然我现在不能够让她坐大车，但是我一定会将她安全的接送。说完了。你说的话一点也不感人，不过有给你加点分数。我有言在先，我会看着你怎么做的。我最讨厌说一套做一套的人。不会的，我不会的。不会最好。我不点头，我姐也不会嫁给你的，对吧，姐？对了，今晚要请我们吃什么？我还没有准备啊。哎呦，都怪那个 Rose 啦，去什么大使馆办护照。我们可以叫披萨，一点诚意都没有。等你准备好了再请我们吧。走。Hello 姨丈 ，Hello 虎妈阿姨。Hello，来啦，小林，我煮了 spaghetti， 来一起吃吧。真是太好了！如果只有我和妈咪，你看我，我看你，会闷死的。是了，闷死呢。其他人呢？其他人啊，慧心姐姐一回来就躲进她的山洞里。慧妍姐姐说她的心情不好，没胃口吃。其实她是生我妈咪的气。你在我背后又说我什么？在 complain 我啊？没有啦，我只是跟他们说你煮的意大利面是世界上最好吃的。真的吗？不过很可惜的，好吃又怎么样？又没有人捧场。一大锅意大利面，我们几个人怎么吃得完呢？这些孩子真的是不懂事，我上去叫他们。让我来吧。哇，这么快就开门了？能不开吗？也对。做人是要顾及别人的感受，让别人敲了半天门不对，让小姨煮了一大锅意大利面不吃也不对。
你又躲在里面吃快熟面了。你也顾及一下我的感受好不好？我的泡面，你想干什么啊？你把我的泡面搬出去做梦？放心吧，我不会浪费食物的，我会帮你捐出去。捐出去？你开玩笑吧？陈慧欣，你才是在开玩笑吧？你可以把我的话当耳边风，但是你不可以把自己的健康给当掉。从现在开始，不准再碰那些快熟面。你还想干什么？你也太乱了吧！女孩子的房间不必打点得像公主房一样，但是最起码要干净整齐，空气流通才对啊！不过清理一下，应该还可以睡多一个人吧？什么多睡一个人？多睡一个人就是多一个人睡在你的房间啊！谁？我？你有病吧？你有家不回，干嘛睡在我房间？因为你不听话，所以我要陪在你身边，看你吃，看你睡，看你运动，看你洗头发。别，头发我每天都会洗，还有我再也不会吃泡面了。这张床还可以，我是长辈，应该会让给我吧？我12点前一定会关电脑。这里应该还可以铺一张床垫吧？我明天早上一定要起来做运动。1晚，我先睡1晚，看你的表现。我要是满意的话就离开，不满意的话我就继续住下去，住2晚、3晚、4晚、5晚、6晚、7晚、8晚、9晚、10晚，住到我满意为止。把我给杀了吧！你不要烦我行不行啊？你在跟电脑说话吗？我知道你的心情很不好，觉得很委屈，但是也不能让自己负面的情绪控制自己，更不应该用极端的手段去做犯法的事。拜托，你想教训人，回去你的监狱吧。你都快16岁了，怎么还幼稚是吗？你跟那个人一样，一鼻孔出气。谁是他？对面那个人。你大姐？你大姐说你幼稚。你还笑？我当然要笑了，因为你大姐说的对，做大姐的就要有做大姐的样子。不过，我不是要说你幼稚，而是幼稚、鲁莽、冲动、没脑、笨蛋 ，stupid。你要用汽水罐打人，还当街打，用假蛇捉弄人，一次又一次，你都没从中得到教训，这次还动有刀片。我又不是去伤人杀人，只不过是刮破他轮胎罢了。还说得振振有词，你一点都不觉得自己有错，给这次的过错找借口，就是下次错误的开始。是，我承认我错，行了吧？既然知道错，就要接受处罚。罚吧，你想怎样罚随便你。以后每个星期6去老人院当义工。啊？明天早上10点我来接你。明天又不是星期6。到你学校去。啊？再见你们的校长。喂！生活就像一棵全树，读懂它需要有一点天赋。什么该放弃，什么姐，什么声音啊？你在哭吗？姐，快开门啊！姐，姐。